在修炼台上，赤红光照升起，散发出强大的波动。丹河是远古宗派为弟子修炼所用，阵法防护极强，即使外界动荡也无法撼动。灵动对此感到满意和羡慕，认为远古宗派的弟子享有优越的修炼条件，真是好。灵动盘坐中央，感受到丹河中涅槃之气变得稀薄，适宜吸收，得益于阵法的作用。小妍也坐下，渴望利用这丰富的涅槃之气加速修炼。小雕提到外界可能的不安，但灵动不为所动，专注于修炼，自信地认为自己突破后能轻易应对外面的人的挑战。灵动争分夺秒的修炼，催动吞噬祖符，吸引周围涅槃之气。随着气息的涌入，他体内外都感受到炽热，意识到体内的涅槃之气正接近他的肉身极限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灵动并未感到慌乱，而是启动了小涅槃金身。这是他修炼至大成境界的技能，其强度不亚于真正的涅槃金身，在同境界中难以找到对手。拥有如此强大的肉身，灵动冲击涅槃境的风险被大大降低。整个过程顺利的就像水到渠成一样。在外界，小妍也开始了他的修炼，体内散发出黑芒，逐渐在其体表凝聚成一头黑色巨虎的形象。这巨虎咆哮着，释放出强大的吸力，吸收着周围的涅槃之气。虽然小妍的吸收速度不及拥有吞噬祖符的灵动，但他的吞噬能力也远超同级别的人类强者。得益于天魔虎族的血脉和变异体质，小妍能够承受这种猛烈的修炼方式。小雕在一旁观察，对于灵动和小妍能够大量吸收涅槃之气感到羡慕。由于他是妖灵状态，修炼效果有限，因此他明白要取得显著进步，自己必须拥有实体躯体才行。这一次一定要得到那生死转轮丹。小雕心中不甘，作为天妖雕族中的佼佼者，他在妖域曾是显赫一时的存在。然而现在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灵动和小妍的实力逐渐超越自己，这让他感到难以忍受。他的自尊心和傲气让他下定决心，一旦恢复实力，必将找出当年偷袭他的敌人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回忆起那段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小雕的眼中闪过一丝凶狠与愤怒，这股情绪强烈到几乎要化为实质。他深知，尽管现在实力不够，但他绝不会放弃追求复仇和重振昔日荣光的机会。敢对雕爷动手，我要让你们偿还千百倍的代价。小雕回想起当年那场生死搏斗，他险些彻底陨落。在那关键时刻，他选择了壮烈的自爆肉体，将受伤的妖灵逃入石符之中，这才勉强保住了性命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可能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幸运的是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小雕遇到了灵动，这份相遇不仅为他带来了生存的机会，更为他的复仇之路点燃了希望。如果没有灵动，即使他仍旧藏身于石符之中，也难逃时间的侵蚀，妖灵终将消散。这段经历对小雕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血仇，以他的性格，绝不会放弃复仇。在愤怒与杀意的驱使下，小雕深吸几口气，努力平复心中的波动。随后，他转向灵动，看着他气息的不断攀升，眼中闪过一丝喜悦。按照灵动目前的进步速度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他就能成功突破到涅槃境，并挑战涅槃劫。这无疑也为小雕带来了一丝期待和希望。小子，雕爷能否再度恢复肉身，就得靠你了。你小子虽然潜力不小，不过现在可还没办法让雕爷刮目相看。等哪天你真能超越雕爷了，即便你要当大哥，那想来也是没问题的。小雕盯着灵动，目光有些复杂，旋即咧嘴一笑。时间在修炼中迅速流逝，2天转瞬即逝。灵动和小妍依旧沉浸在深度修炼之中，未有丝毫动静。而在修炼台外，丹河之畔却热闹非凡。丹河作为远古秘藏中的一处宝地，吸引了众多强者的目光。他们初见丹河时，无不为那浩瀚的景象所震撼，但很快震撼转为不甘与遗憾，因为他们发现丹河中的涅槃之气过于粘稠，普通修炼者难以直接吸收，而丹河内的丹灵师更是令人头疼的存在，一旦靠近便会引发无尽攻击。这情形就像饥饿之人发现美食却无法食用一样，令人沮丧。然而人们的智慧是无穷的。不久，有人发现了隐藏在丹河中的修炼台，这些修炼台能够提供稀释后的涅槃之气，适宜修炼。这一发现引起了轰动，丹河上的修炼台成为了争夺的焦点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战斗。与此同时，灵动所在的修炼台外围已被众多人马悄悄包围，其中王烈的阴沉面孔尤为显眼，显然他对灵动的敌意并未消退。丹河上空，人影频繁穿梭，每一次闪过都会引发丹河中赤红身影的激烈反应，无数场混战在丹河各处接连爆发。远古秘藏的开启打破了这片空间长久以来的宁静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动荡。在丹河的一处边缘，众多修炼者聚集，他们的目光中带着冷笑，紧紧盯着前方的丹河。在赤红的涅槃之气中，隐约可见一座古老的修炼台，它被一圈浓郁的赤红光圈所包围，光圈中散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，显示出其不凡之处。这些围观的人影服饰各异，胸前的王朝徽章也各不相同，表明他们分属不同的势力。显然，这座修炼台及其所蕴含的机遇吸引了来自各方的强者，他们或是观望，或是寻找时机，准备争夺这座修炼台的控制权。
在远古秘藏的诱惑下，无论是来自何方的修炼者，都不愿错过这可能带来巨大利益的机会。王烈，那叫灵动的小子真的躲在这里面？在那人群中，一名枯瘦男子目光阴恻恻地扫了那修炼台一眼，而后偏头对着一旁的一人问道：“我亲眼看见他进去的。陈窟兄，你们枯氏王朝不是最喜欢灵魁吗？正好那小子手中便是有着一具1级灵魁，你若是能够得到，必然是一大助力。”王烈笑道。陈窟听到有关灵动的灵魁后，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神情。他对于灵动的天符师身份感到好奇，希望能够亲自与之较量，验证灵动是否真如传闻中那般强大。他的态度中透露出对灵动的重视，同时也显示出他对自己实力的自信。另一位模样憨厚的大汉郑黑柱，虽然外表给人一种闷憨的印象，但实际上却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，提醒陈窟不要轻易小看灵动，因为灵动曾有过击败强敌的战绩。陈窟则回应郑黑柱，表示自己不会因为灵动的传闻而轻视他，同时也表明自己不会轻易去招惹麻烦。王烈作为3人中的领导者，提出了一个更为务实的建议。他认为3人联手，不论灵动拥有何种底牌，都将难以逃脱。他表示，斩杀灵动后的利益，包括获得1级灵魁和占据修炼台，以及在这里修炼可能带来的好处，如不必担心涅槃丹的不足，他甚至可能有机会冲击第2次涅槃劫。陈窟和郑黑柱虽然对于王烈提到的冲击第2次涅槃劫持有保留态度，但他们对灵动那座被赤红光圈笼罩的修炼台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如果3人联手，很可能会成功占据这座修炼台，从而享受到修炼台上的诸多好处，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兴奋。王烈进一步透露，他已经派人去请魔岩王朝的石坤，而石坤目前正在冲击第2次涅槃劫。他们知道，涅槃劫的每一劫都比前一劫更为可怕，而石坤有着70%的把握成功度过，这让他们既感到嫉妒又感到羡慕。石坤与灵动之间的恩怨，使得他们相信石坤一旦成功度过劫难，将会首先找灵动算账。陈窟和郑黑柱听到石坤即将冲击第2次涅槃劫的消息后，都感到震动。他们深知涅槃劫的恐怖，知道自己若再次面对，很可能无法生还。因此，对于石坤的能力和把握，他们感到既敬畏又羡慕。王烈则满怀恶意地想象着灵动被击败的场景，他的怨毒和狰狞的笑容显露出他对灵动的深深恨意。在他看来，灵动之所以能够暂时安全，只是因为他像乌龟一样躲在修炼台中。在外界单核的混乱大战中时，灵动所在的修炼台却宛如一片宁静的净土，未受任何外界干扰。灵动静坐于修炼台中央，周围缭绕着浓郁的涅槃之气，仿佛水流般的涅槃之气雄浑无比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灵动的毛孔中射出璀璨的金光，他的肉体在金光的照耀下，仿佛由真金铸造，展现出坚不可摧的强大之感。这是涅槃金身的标志，涅槃强者通过涅槃之气淬炼肉体，达到极致的强化。涅槃金身不仅大幅提升了防御力，还增强了力量、速度等各方面能力，是涅槃强者傲视造化境强者的关键。虽然有例外，但从普遍情况来看，拥有涅槃金身的涅槃强者几乎可以无视造化境强者的攻击。小雕见到灵动身上的金光，知道灵动已经成功进入涅槃境。灵动的进入过程异常顺利，没有遇到任何阻碍，这得益于他之前的实力积累和强大的肉体。灵动所吸收的涅槃之气数量惊人，远超常人，甚至超过了200万的涅槃丹，这是极为罕见的。灵动的这次进入涅槃境，他自己也不清楚吸收了多少涅槃之气，只知道在感觉到难以承受时才停止。如果他所吸收的涅槃之气数量被外界知晓，必将引起震动。因为冲击涅槃境时吸收的涅槃之气虽多，但也有限，而灵动所承受的数量是魔岩王朝石坤的数倍，这足以说明灵动的非凡之处。灵动的气息在这一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从深度修炼中醒来，金色的气团随着他的呼吸喷出，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，眼中金光闪烁，宛如一尊怒目金刚，威严而强大。涅槃境，他的声音坚定而充满自信。灵动感受到自己体内蕴含的力量，心中明白，现在即便是面对石坤这样的强敌，也有了一较高下的资格了。灵动的目标远不止于此，他早有打算，在突破涅槃境的同时，便要挑战那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涅槃劫。小雕察觉到灵动眼中的狂热，立刻意识到了灵动的意图，迅速后退，为即将到来的涅槃劫做好准备。随着灵动的挑战，他的体内开始产生剧烈的波动，即便是他那经过涅槃之气淬炼的强横肉体，也不禁颤抖起来，皮肤上开始升腾起白色的烟雾，显示出涅槃劫的威力。就在这时，修炼台上空突然出现异变，乌云迅速凝聚，雷电交织，银蛇般的闪电在云层中穿梭，狂风大作。小雕抬头望向天空，惊讶地发现，这不仅是涅槃劫的到来，更是天符师的风雷劫同时降临。涅槃境和天符师的等级划分都是以9为极限，分别代表着修炼者在各自领域的深厚修为和实力。涅槃境分为9元，每1元的提升都意味着修炼者在涅槃之道上迈出了重要一步，
而天符师则分为9印，每一印的进阶都是对精神力和符箓掌握能力的极大提升。对于涅槃强者而言，涅槃劫是一道必须面对的关卡，它既令人畏惧又无法回避。每一次的涅槃劫都是对修炼者生命力和意志的严峻考验，度过则实力大增，度不过则可能生死道消。涅槃劫的威力强大，每一次的冲击都是对修炼者极限的挑战。同样，天符师在修炼精神力和符箓的过程中，也会遭遇风雷劫的考验。风雷劫是由天地间风雷之力形成的一种考验，当天符师的精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，便会自然而然地引来风雷劫。在风雷劫中，天符师的精神力将被吸引出来，接受风雷的洗礼。如果成功度过，精神力将变得更加凝练和强大，对天地之力的感知和掌控也会更上一层楼。然而，若是失败，精神力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，甚至消散，其后果同样严重。因此，无论是涅槃劫还是风雷劫，都是修炼者在追求更高境界的道路上必须面对的挑战。这些劫难不仅是对修炼者实力的考验，更是对其心性、意志和决心的磨砺。只有那些能够在劫难中坚持下来，不断超越自我的修炼者，才能够达到涅槃境和天符师的更高境界。涅槃劫与风雷劫同时抵达，嘿，这小子还真是干什么都与众不同。小雕望着那成型的风雷劫，再看看已经闭目抵御着体内涅槃劫的灵动，不由得咧嘴一笑，有点幸灾乐祸。小雕作为一位阅历丰富的妖灵，对于灵动这种同时修炼精神力和元力的情况并不陌生。他知道，这类修炼者通常会尽量避免两种劫难同时到来，因为涅槃劫和风雷劫的性质不同，一个源自修炼者自身的内在挑战，另一个则是外界天地之力的考验。当这两种劫难同时降临时，修炼者面临的压力和危险将成倍增加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，当场陨落。灵动的体内涅槃劫已经开始爆发，而外界的风雷劫也随之形成。小雕虽然察觉到灵动的气息在风雷劫出现的瞬间有所波动，但很快又恢复了稳定，这显示出灵动在面对双重劫难时依然能够保持冷静。小妍虽然担忧，但对于灵动也有着坚定的信心。在他们的共同经历中，灵动总是能够在逆境中笑到最后的人，这让小妍相信灵动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眼前的挑战。在等待灵动度过劫难的过程中，小雕询问小妍关于天魔神变的修炼情况，得知小妍已经成功修炼到第1变，小雕虽然外表平静，但内心却是震动不已。他清楚天魔神变是天魔虎族中也是堪称顶尖级别的。小妍在短短时间内就将天魔神变的第1变修炼成功，这种速度在天魔虎族中也是极为罕见的。即使是拥有纯正天魔虎族血脉的族人，要修炼成功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时间。小妍的这种成就，若是被天魔虎族知晓，必定会引起极大的震动。小雕对小妍的变异体质赞叹不已，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在雷云成型，风雷劫即将到来之际，灵动的精神体被奇异的吸力从泥丸宫中拉出，悬浮于头顶之上。此时，灵动的肉体因为涅槃劫的影响而变得赤红，波动强烈。小雕见状，不由得幸灾乐祸，认为灵动此时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。然而灵动对此却显得从容不迫，他对自己的涅槃劫并不感到担忧，因为灵动体内的神秘石符发挥了作用。温和的白芒从灵动的心脏处散发而出，迅速平息了肉体的赤红状态，保护了他的肉体不受涅槃劫的破坏。有了神秘石符的保护，灵动可以专心应对风雷劫。当第1道风雷之力劈中他的精神体时，灵动不仅没有受到重创，反而利用吞噬祖符的力量，将侵蚀精神力的雷芒吞噬，使得自己的精神体变得更加凝练。在2大劫难的加工之下，灵动展现出了非凡的豪气和决心。吞噬祖符，给我现！灵动一步踏出，一枚犹如黑洞般的古老符文直接从其额头处浮现出来，缓缓蠕动间散发着可怕的吞噬之力。灵动面对着风雷劫的狂暴雷霆，他不仅没有选择逃避，反而张开双臂迎接着雷霆的轰击。每一次雷霆的冲击都让灵动的精神体后退，雷芒在他身体表面闪烁，精神力波动愈发强悍。小雕和小妍目睹这一切，不由得感叹灵动的实力和胆魄。对于其他修炼者来说，涅槃劫和风雷劫是极为可怕的劫难，但对于灵动而言，却仿佛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。灵动的肉体有神秘石符的保护，使得涅槃劫无法对其造成毁灭性的伤害。而风雷劫至少在目前的第1重阶段，也无法对拥有吞噬祖符的灵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。作为拥2大神物的灵动，自然有着足够的底气面对这2大劫难。小雕感叹于灵动的特殊之处，认为世界上能够像他这样轻松度过这2劫的人并不多。小妍也认同这一点，他们都知道神秘石符和吞噬祖符这样的神物并非人人都能拥有的。小雕原本期待看到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幕，但灵动的表现却让他感到有些失望，因为一切都太过顺利，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狼狈场景。随着灵动不断吞噬雷霆，他的气息在修炼台内变得越来越强大，仿佛正在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。雷声和火浪中，灵动的力量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增长，他的实力在劫难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
小妍和小雕只能仰望着灵动，等待着他成功度过劫难，迈入新的境界。经过了半日的艰苦奋战，灵动终于在黄昏时分成功度过了涅槃劫和风雷劫。整个修炼台内的气氛由最初的炽热和狂暴逐渐平息，直至恢复了宁静。灵动身上的金光和强大气息也随之消失，他静静地盘坐在那里，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过。然而，当灵动睁开双眼，那一瞬间的风雷掠过，却让空气震动，发出刺耳的爆炸声，显示出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灵动紧握拳头，感受到体内涌动的力量，这股力量比以往强大了无数倍，仿佛能够撼动天地。随着灵动一拳轰出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压缩，一股无形的波动随之扩散开来。这一拳虽然没有直接击中任何物体，但其蕴含的力量却足以让人感受到灵动此刻的强大。小雕和小妍见到这一幕，不由得对灵动的实力感到惊叹。他们知道灵动已经成功的从2大劫难中获得了蜕变。灵动悬空而立，他的感知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他不仅能够感应到赤红光罩外的涅槃之气，还能穿透光罩，将丹河之外的情况尽收眼底。而当他发现王烈等人在外虎视眈眈时，他的唇角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抹寒意。小雕和小妍看到灵动的表现，心中的喜悦难以掩饰，成功度过了。小雕与小妍此时也是将略有些欣喜的目光投向灵动，虽然心中已是知道了一些答案，但依旧是忍不住地问道。灵动微笑着点头，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现在的实力已经远超从前，即便是面对1元涅槃强者，也不再有任何忌惮。这次的厚积薄发，让灵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提升。他现在有了足够的信心去面对远古战场上的真正强者，即便是面对严森这样实力深不可测的人物，灵动虽然不敢说有绝对的把握战胜对方，但也相信对方想要对他造成威胁绝非易事。这就是灵动的实力提升所带来的自信。走吧，这里的修炼该告一段落了，一些麻烦也是该彻底的解决了。灵动落下身来，冲着小雕小妍一笑，那笑容中寒意十足。灵动在修炼台中成功度过了涅槃劫和风雷劫，他的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。在精神力扩散的过程中，他已经察觉到了王烈等人的动向和计划。灵动一向秉持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原则，但既然王烈等人已经对他构成了威胁，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在丹河边缘，王烈和其他强者已经等待了许久，他们对灵动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。他们原本计划在远古秘藏中寻找宝藏，但却不得不在这里浪费时间等待灵动的出现。王烈告诉他们，修炼台的防护阵法不会持续太久，最多5日就会消散，这让陈窟等人稍感安心。他们的目标是抓住灵动，夺取他手中的灵魁，并占据修炼台。在他们看来，为了这些目标，等待是值得的。当他们发现赤红光罩开始变淡，知道灵动即将出现时，王烈等人立刻准备动手。王烈、陈窟和郑黑柱3位1元涅槃强者同时出手，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。周围的人都认为灵动今天难逃一死。在他们看来，灵动虽然在西北地域有一定的名声，但面对这样的阵容，他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灵动已经成功度过了2大劫难，实力大增。当灵动和小妍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时，王烈等人的攻击已经迫在眉睫。他们认为这是结束灵动的时候，但灵动却可能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